我们知道，近年来我国海军发展迅猛，各大船厂也是堆满了正在建造的军舰，我们也将其称为下饺子。而随着新一年的到来，2021年中国海军将有多强？为此，有网友做了一张图，显示出我们海军在2021年拥有多少水面舰艇。那么2021年中国海军将有多强呢？根据网友制作的图，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我军1000吨以上的战斗舰数量真不少，总数达到168艘。而在这些军舰中，我们发现其中比较受关注的军舰中有2艘航空母舰，分别是辽宁号与山东舰。其次就是3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其中0751号舰完成几次海试，已经服役在即，2号舰也进行了首次海试，而3号舰目前已经安装了舰岛，相信很快便下水。此外，我们的055型驱逐舰也颇受关注，目前首批8艘055大驱已经全部下水，而这也将成为我国未来海军力量的中流砥柱。但从这张图上来看，我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吨位突破100万吨，再加上常规潜艇与核潜艇，以及没有被统计的运输舰、支援舰、导弹艇等，中国海军预测总吨位将达到180万吨。相比之下，俄罗斯海军的总吨位大概仅为75万吨。不过，美国海军作为全球第一海军，总吨位超过300万吨，其中11艘在役的航母就突破了100万吨。在过去15年来，中国的各类军舰增加了117艘，而美军仅增加5艘，显得后继乏力。此外，美国人还预测到2030年时，中国各类舰船总数将达到425艘。此外，根据一些网上的爆料，2020年中国还将继续造舰狂潮，这期间大概会增加20艘054A 护卫舰以及8艘055型驱逐舰。此外，两栖攻击舰以及船坞登陆舰也会是增长点。另外，在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的第3艘航母也将在2020年下水。外界预测，这艘航母将会是一艘8万吨以上的常规电磁弹射航母，相应的，我国的新一代舰载机也将会首飞。我们刚刚度过了十分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有很多大事发生。按照惯例，我们需要做一份年终总结，而2020年中国的年终成绩单又如何呢？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简报从复苏走向再平衡，中国经济在2020年增速为2%，这个成绩如果放在往年的话，恐怕算是低潮。然而就是这来之不易的2%，在300天前谁能想到？毕竟2020年实在是太特殊了，每个人都深有体会。新冠疫情如今正在全球肆虐，根据各国的报道，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其他国家像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都是负增长。相比于往年的金融危机，这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突可以说让每个人都有所感受。年初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停业，绝大多数人都是被困在家中。实际上，不论是国外的预测机构，还是最普通的民众，都能意识到，今年中国经济将会陷入艰难时期。就在300天前，中国经济崩溃论可谓是大行其道。那为何中国能在年终成绩单中能逆转颓势，实现经济逆袭呢？是因为中国受到上天的眷顾吗？并非如此。中国之所以能逆天改命，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人定胜天。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期间，为防止疫情扩散，国家一声令下，一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执行效率之高让人惊讶。而在经历初期的动荡后，疫情在我国慢慢得到控制，而从第3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也开始正增长，这也说明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而我国经济的增长也有我们每个普通人的一份功劳。在疫情期间，网上购物成为很多人的主要消费模式。我国在多年来建立的强大电商与物流网络，在此次疫情中发挥重大作用。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21号，我国快递业务首次突破800亿件，而这也是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同时预示着，即使是处于疫情年，
我国的强大消费能力也保持着活力。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金灿荣教授就指出，未来的世界格局将从一超多强走向两超多强。在冷战后，两极局面崩塌，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形成今天一超多强的局面。从此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而此前，英国智库也预测，到2028年，中国 GDP 总量将超越美国，中国也将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印度军队使用无人机监控我军后，并放出狠话称，期盼殊死一战，这是做好了战前准备，为何会受到网友嘲讽？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已经对峙了半年之久，但是通过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都没有退缩的想法。不仅如此，印度方面的气焰似乎越来越嚣张，一副已经完全做好准备的样子。近日，印度方面又有了新动作。据媒体报道，印度空军在中国边境部署了以色列制造的苍鹭无人机，其主要用于监视中国解放军的动向。据了解，这些苍鹭无人机是印度的特里舒尔空军基地中发现的，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还流传出印度苍鹭无人机进驻该空军基地的最新卫星图像。该报告指出，印度方面已经加强了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守备力量，并且印度方面将会升级他们现有的非武装无人机机队。据获悉，升级后的苍鹭无人机将能够装备空对地和空射反坦克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等武器。此外，印度于近期还向美国租赁了2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由此可见，印度方面似乎已经做好开战的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军方的士兵战斗欲望也十分高涨。近日，印度媒体像印度参谋长一样，也赶往印度阵地参观。印度媒体的记者在前线指挥官的带领下，他们看到了印度军人用巨石做成的掩体。不仅如此，他们还听到当地士兵称他们期盼殊死一战。然而，这些印度士兵的这一言论却让他们备受嘲讽。有人甚至说道：“以为像拍电影一样那么简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分析，前不久，印度方面就加勒万河谷这一事件为题，拍摄了一部名为《加勒万河谷》的电影。通过流传出的剧照，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士兵在里面英勇善战，他们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都能赤手空拳地生擒我军。不得不说，印度方面胡编乱造的能力确实很强。然而，电影和现实里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现实情况中，我军和印度士兵发生冲突的时候，印军可没有像他们拍摄的电影画面那样英勇善战。我们只要通过官方媒体的报道，就能看出印度士兵的真实实力了。不仅如此，中国解放军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冲突情况，也已经做好了准备。